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的第142期视频，我们会通过2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盘前的观点。第一部分会讲一下之前关于纳斯达克指数的观点回顾，因为在本期视频当中可能有一些新观众刚来到阿哲频道观看阿哲的视频。那么在市场开市之前，阿哲要重申一下对目前美股市场的一些观点。而在第二部分，我们再讲解有关以下14只个股标的的分析。因为今天所要分析的标的是比较多的，总共有14只。而如果您在观看视频时，那么其中只有一部分是您所想要去得知的，那您可以点击下方的播放按钮，旁边呢有一个三角，点开之后，您可以看到本期视频所有的时间轴。而点开时间轴之后，您就可以很快速的找到所想要最先知道了解的标的分析了。那么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现在我们先看到第一部分关于纳指部分观点的解析。当前的市场处于一个相对宽幅的震荡当中，它有一个下轨和一个上轨，而上轨阿哲认为它的相对明确的压力是在20057.88以及20158.40，而在这个区间内，之前每一次的撞击都产生了压力，而后出现回撤，包括前期这一波快速的上涨也没能去突破这一个压力区间。而当下的纳指在近2周出现强势的多方上涨之后，到达了这个区间附近，即将再次触及到这个上轨附近。而在震荡行情的运用当中，我们知道上轨是一个多方空间较为稀少的部分，也就是说，当前的美股市场在越是上涨当中，它的多方空间其实越是压缩，越是减少。除非能够脱离震荡区间，但这个事情是我们所不知道它何时会发生的。它会否在这里出现一根大阳线去突破，去走出震荡区间，是否会产生？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而更大的概率是震荡行情的维持。那如果震荡行情还继续的维持，那么目前的美股市场走到这里，上涨空间有限，而压力区间靠近，在这里再去追高，再去买进股票，将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这就是阿哲在最近的直播以及视频行情当中都去讲到的一个观点。而在每次的美股开盘之前，阿哲呢也会发布一条消息到 Telegram 当中。而今天美股即将开市，所以阿哲呢在下午香港时间4点5点左右，应该也会发布这一条消息。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这是在上周周五开盘之前，阿哲所发布的一条盘前解析，分别是一些观点以及指数和特斯拉的支撑压力位置。而在今天，阿哲呢在视频当中提前公布给大家，大家看到这一个点位是19979.46，也就是最后一根阳线实体下半年左右。而这个价位则是阿哲今天所预测的纳指日内支撑位置，也是预测的低点。股价在日内应该在此处有所支撑，如果多方强势，那么应该不会碰及到这个预测低点。假如今天收了一根阴线，收盘跌破这一个预测低点，那么市场将会出现一个红灯的风险信号，空方将由弱转强，那么市场在这里见到高点的概率也将大大增加。这一点大家要注意，今天盘中关注19979.46，它是否被收盘跌破？跌破则风险明确释放。当每一次股价上涨进入到震荡区间上沿时，你要特别小心红灯的产生。上一次的暴跌就是在震荡区的上轨产生了一根红灯，而我们平时的红灯也同样要注意，但是它们的风险往往比不过一些上涨空间有限时所产生的回落的红灯提醒。如果您是一位新来的观众，听到这里感觉对您还有所帮助，包括接下来的个股分析当中可能对您也有一些助力，那么听到这，希望大家能够点击一个订阅按钮，订阅阿哲频道，点赞阿哲的视频。老同学不要忘记点赞，新同学不要忘记订阅。那么订阅阿哲之后，您是有机会能够每天盘前获取到这一条信息的。这一条信息是阿哲专门提供给订阅粉丝观众的限时免费福利短信，每一次美股开盘之前，阿哲都会去编辑，都会去更新。假如目前您已经订阅阿哲频道，那么阿哲跟大家去讲一下如何去领取到每天盘前的这个美股盘前解析短信呢？很简单，在点击订阅之后，在下方您可以找到视频的评论区，而在评论区当中，您会看到一条置顶的链接，在置顶评论中是阿哲所发布的一个评论，
里面有助教老师他的联系方式，是他的 Telegram 链接，而点击链接，您再给助教老师发送一个口令，叫做盘前。那么助教老师收到您的口令之后，就会知道您是阿哲的新订阅粉丝观众，并且您需要盘前的解析短信。完成以上阿哲所说的这些动作之后，那么你至少在半个月的时间内都可以免费接收到这一条美股盘前解析短信。希望这一条短信能够对您有所帮助，能够帮你规避一些风险或把握到某些机会。感谢您的订阅。现在我们对目前的指数环境有了一些看法，有一些判定。当前的美股市场，不管是纳指还是标普，都来到了一个震荡区间的上沿，当前的上涨空间所剩无几。如果依旧是震荡，多头依旧不是走强，那么这里将容易是一个高点。而我们知道，指数的环境基本上代表的是平均的价格水平，平均的个股表现。如果指数的上涨空间有限，那么个股也就是说有80%到90%，它也会面临此种环境。除非您手中的个股是强势个股标的，那么将有可能会脱颖而出。所以接下来你要关注2个部分，以去确定您的个股交易策略。第一个就是纳指和标普是否真的会回落。如果出现强阳突破，那么将是一个狂欢行情的产生。如果不能出现，而是回落跌破刚才所说的预测低点支撑，那么市场将会右侧风险释放。这是第一点，大环境的观察。那么第二点，不管指数走势如何，那么当下的个股有没有出现强势个股？您手中的个股是同势股还是弱势股？如果是同势亦或者弱势，那么就要关注好市场，一旦有风险，一定要及时的撤退。而假如是强势股，则有可能还有一线生机，甚至会走出独立行情。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一只个股 GME 游戏驿站，当下我们所看到是 GME 的日线图表，上方是动能 K 线，红灯代表跌破了阿哲日内预测的低点支撑，而绿灯则代表它突破了阿哲预测的日内高点压力。也就是说，绿灯代表多方强，而红灯代表短线空方强。下方呢是 BBD 的资金，而 BBD 代表是短线的资金动向。前期呢在蓝色线之下，则代表是一个资金弱势区域，而最近走回了一个资金的强势区域，这是一个多头慢慢走强的好现象。从 K 线上来看，动能在这一天转为绿灯，而绿灯之后调整都没有出现红灯。而当前在 24.53 之后，价格连续3天绿灯，短线是保持一个持续的强势，这是一个好现象。从价格的结构来看，价格前期从下跌反弹再下跌，这种下跌结构，而当前是出现了高开低走，触及到了这种关键的颈线位，但出现回落，并没有产生有效的收盘突破，而是大幅高开而后低走。虽然说目前留有缺口，但整体的多头感觉还不是很强势，上方的压力比较重。这一天的高点开盘直接开到了这整个区间中枢当中的上沿附近，往上去冲到上沿，但最后却收低跌回了区间的下沿。这说明多头目前还是不强，空方的抛压还是厉害。我们看到下方的资金在上穿的时候，我们说要去关注上穿这一天是谁，是这根 K 线。资金一旦上穿，我们说有可能是下跌反弹的高点变盘。如果是上涨回调呢，下穿就有可能是低点变盘。我们看它前期价格出现上涨回调，哪一天是下穿？它是下穿，后续是不是短线出现了低点变盘？怎么去确认低点的有效？它的低点有没有被快速跌破？高点有没有被突破？好，突破是否有效？突破之后重新再次的跌回就要小心，而这一天再次跌破，说明这里的回调低点被击穿，那么后续下跌将会空间拓展。而价格目前是上涨，上穿的 K 线就是它了，它的高点能不能被有效的突破？你要关注这一点。如果不能突破，则说明这里将是一个反弹的高点区间，它的低点当前也不是说有效的跌破，所以价格在这一根关键 K 线处徘徊，你要看一下能不能够去突破，能突破则下跌，它不是反弹，它还会持续的上攻，只是上方的抛盘比较强，所以它需要消化。这是 GME 当下的观点，目前还是连续的绿灯，所以短线多头还能够看涨。
只是后续的价格走势尽可能我们说保持在这一根关键 K 线的区间内，以及后续要突破向上，否则再次跌破则风险依旧会存在的。当前的多头短线强，但上方抛压也不弱，一旦跌破前面关键 K 线的下沿，则就不要再随意的看多了，当前还勉强属于多方强。我们看到下一只个股 PAMW， 因为大家的个股有许多是阿哲呢平时不怎么关注的，那么关于它的消息面和基本面，我们也不可能每一只都去解读和去进行讲解，所以阿哲呢就从技术面上进行短线的点位的看待吧。所以阿哲呢主要是讲的是短线上的个股点位以及它的短线策略多空的决策。目前的 PAMW 它处于一个上升的走势，你会发现价格低点上涨而后回落，再次的创出左边新高，但是创了新高之后呢力度不太够，因为价格只走了一根阳线就立马的出现回落，它大幅的去回踩了这个区间之内，最后收盘虽然也是收上的。这一个动作，这根 K 线，如果您是听了前面2期视频，你会知道这是一根挨压 K 线。在指数上出现挨压 K 线、挨压模型的时候，短线很多时候能够看一波反弹，看一波上涨。而个股当中，我们也同样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多头比较强势的表现，因为大幅低开，但是最后却收涨，本身多方的反抗力度就比较强。所以 PAMW 我们当下依旧把左侧的这个高点这一个影线区间作为一个观察对象，作为一个支撑位置，这个结构能不能形成，就看一下会不会这一波回撤当中会不会去跌破，如果收盘跌破就比较弱，在这里能够有所支撑，等待再一次的强阳启动。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它的今日预测低点，也就是说它不能跌破哪个价位。今天如果收盘跌破 188.1， 如果收盘被跌破，则今天将会是一个红灯 K 线，那么则说明市场从这一个低点后的上涨到这里，它的空方将由弱转强。在资金层面上，之前这里是出现了一个下穿后的反转，下穿 K 线是这一天低点没破，高点突破，所以是一个上涨后的回调启动。而现在呢，它并没有下穿，但出现了一个由连续流进转为流出的 K 线，这根 K 线也可以去关注。前期这里连续流进而后转为流出是它的低点也能够作为支撑。前面这里并没有有效跌破，是一根假阳跌破，而现在它的低点也是支撑，也没有被跌破。所以当前的支撑位，一个呢可以看一下前面的影线区间，如果看短线可以关注这一根 K 线的低点，也差不多在影线区间附近。所以如果这里有一根阴线把它跌穿，就是风险，那没有的话依旧可以看一下它的结构会延续上涨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接下来我们看到 HIMS 这只标的呢，这只标的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个股标的，整体也是一直处于上涨波段，而市场当中我们知道最近的美股是在震荡的，而它曾经也跟随了一波调整，但最后依旧是连续强势的上涨。在这一波上涨当中呢，基本都是绿灯行情，其中呢有一天的红灯，而后第二天立马也转为绿灯，所以从这一个底位开始是一波很强势的多头的波段。但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行情表现是出现了什么动作？最近的3根阳线，1天、2天、3天，它是一个3阳小顶结构。3阳小顶就是第3根 K 线阳线实体比第2根 K 线缩短了，而它这里缩短的很明显，它是一根长长上影线，然后是一个小小的实体，所以这种3阳小顶呢风险性会比较高一点，这里就要稍微注意了。这里怎么去破掉这种风险？需要再来一根实体阳线比3的实体大，而后它的高点能够吃掉会比较好一些。而当下 HIMS 它出现的3阳小顶，在出现这种强势反包之前，依旧以风险看待，短线是容易回落的。但因为前期呢是一个很强势的上涨波段，所以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去直接卖出。如果您的成本有优势，有所盈利，看一下3号 K 线的低点，收盘有一根阴线跌破的时候，作为右侧的离场，没有跌破就等待再次的启动即可。而从资金上看，一直呢也保持在是一个强势的区间，强势的上涨当中。前面有流出，但是后面呢也转为了流进，目前是持续的流进。
没有出现流出 K 线，没有出现下穿上穿，所以资金上依旧看强。这是 HIMS 的分析，在短线上当前依旧看涨，除非跌破3号 K 线的低点。接下来我们看到 CRM 赛富时，前期价格冲高回落，见到一个高点 367.09， 那么回落过程当中资金的表现它是不是有下穿？下穿这一天我们说应该是低点变盘的，股价如果是上涨回调，它应该是低点变盘，但它的低点第二天就被跌破，跌破了很多天，它的高点也没能被突破，所以价格的走势它一直维持弱势，它不是一个回调低点，它是一个下跌的延续。我们再看到后续连续流出之后，流出的是这一天，这一天为关键的 K 线，它的低点当前没有被跌破，它的高点也并没有被有效突破，所以我们要看一下这2根关键 K 线的区间，它的高点能不能被有效的去突破，以及前面这个高点能不能被突破。如果可以，那么这一个动作的产生初步确认低点有效，这个动作的产生则我们很明确，这将是一个低位的反转。如果没有看错，那么前面这一根 K 线很有可能是一根光头 K 线，它的开盘价 337.475， 最高价也是 337.475， 所以关头阴线它的高点将会是一个重要压力。在关头阴线的高点之下，我们说过任何的上涨都依旧只看个反弹，只有去突破关头阴线才认为后续将会反转，所以关头阴之下只能看反弹。目前的赛富时还相对较弱，而在动能上它也并没有产生特别好的强势的绿灯 K 线，当前还没有。下面我们看到 HOOD， 那么这些个股呢也走势比较强势，一直呢是一个上升的走势，而指数的调整它呢也没有受到太多影响，还是保持在这一个上涨，它是一只相对的中小盘个股。我们看到最近的表现是出现了跳空上涨，而后出现绿灯，而下方的资金我们看到有下穿的 K 线，也有上穿的 K 线，并且比较频繁出现。那么在这个个股当中，它的资金波动还是比较杂乱无章，而最近较为异动的就是这一天了。你会发现虽然说它的规律不明显，但是每次的上穿下穿它还是有一些关键 K 线的产生，比如说之前连续2根阴线的下跌，是不是这一天下穿？好，下穿之后也是算是一个回调低点，而现在大幅的上涨跳空也出现了资金流进，但却刚好这一天上穿，所以它是一个上穿 K 线，上穿 K 线小心是变盘高点，它的这个高点能不能被突破，则说明是否能够延续上涨。如果这个 K 线的高点不能够收盘突破，则这里确认为变盘高点，低点一旦被跌破也可以确认为变盘高点，所以目前的 HOOD 呢最好不要去追涨，等待方向性的选择，它是延续上涨还是说高点变盘下跌。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的红灯 K 线会怎么产生。当市场在今天跌破这一个点位 63.501， 那么这个价位如果今天收盘跌破，将会是一根红灯 K 线，同样也可以佐证这一天是高点变盘。以上是 HOD 的短线分析，我们接下来看到 TEM。 那么最近有关这个个股呢也是比较火热，很多人去关注。之前它处于一个震荡的行情区间内，在前面高点位置，在关键位置冲高回落，其实呢是一种看空的技术面的表现。但我们说过，长上影线就一定会下跌吗？不一定吧，因为这个上影线产生之后，但它却被很快的吃掉了。当这种上影线被吃掉时，就说明之前这里冲高回落的筹码有人再次的去进行尝试突破，并且成功。所以之前这里呢虽然下出了一些恐慌的人，但后续呢还是有很多人坚定的看多，所以当前的价格依旧保持上涨，并且创出了左边的2个重要高点，有很多的套牢盘被释放，而价格却并没有产生特别大的下跌，所以这是一个好的现象，说明有效突破的概率还是蛮大的。而当下的这一波上涨是不是出现了1、2、3根阳线，而第3根阳线比昨天是缩短的，所以目前因为是一个强势的上涨行情，我们可以用3小顶设一个持股点，就是最后的这一根 K 线的低点，如果被收盘跌破，则这里将要再去回测一下前方高点是否有效突破，而回测过程当中看一下前高的支撑，前高支撑有效，
则这里将会给到再次的上车点位、上车机会。也就是说，如果股价真的因为三阳小顶出现短线的回落，那么这一个前方的高点可以作为第一个中线的支撑位来测试，而它的区间内呢，也同样是一个重要的筹码区。我们要关注在这个区间内下跌时产生的止跌现象。当然，它不一定会在这里下跌，首先要跌破三阳小顶的防守位，跌破之后才去看下方的调整，找到支撑加仓的地方。下面我们看到 BILL 这只个股呢，前期出现了大幅的跳空下跌，那么这种下跌肯定就不是简单的技术面上以及普通的这种资金流出了，很明显是有比较多的消息面的影响，或者说有很多利空的消息产生。好，那么这一个位置产生的大量的缺口，刚好和左边的缺口呢对上了。那么这种两相对的缺口，我们说它是一个倒形的反转缺口走势，并且这个走势过程当中还产生了一个假的突破，在突破的一天之后立马回落，甚至呢都不算突破。所以假突破再加上大量的跳空，那么可以说是有一些资金呢提前的离场，而后有一些利空的发酵，所以出现了这种大幅的下跌。这种情况下，这个个股短期内是很难去找到做多机会，也不建议呢在这种倒型反转之后去着急的买进抄底。当前的个股走势还属于短线这一个红灯的范围之内，还没有出现一个比较好的绿灯以及绿灯的延续上涨。前面这里虽然出现一根绿灯，第二天立马红灯，也就是说这个位置哪怕你说我想去抄底，买了之后第二天立马就打止损了，后续当前依旧没有产生任何的良好的见底的反应。而在市场暴跌之前，我们也可以看到，先是假跌破，假跌破第二天呢是一根红灯，红灯后续是震荡，没有红灯没有绿灯在徘徊，依旧在红灯的看空区间。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天是首次由上穿变成下穿的，上穿的时候就关注它能不能去被突破，能突破呢就能够上涨延续。下穿时也是一样的，它的低点会不会跌破？如果被跌破则下跌延续，目前属于下跌延续，低点没能产生变盘。关键性的连续流出后的流进呢，它也是如此，低点没有撑住，还是被收盘跌破，高点也不知道能不能突破。所以当前这波走势没有任何止跌的现象，在短线多空上也没有多方转强的迹象，当前依旧不作为抄底的一种选择。而前期如果是没有逃跑的，那么现在这里呢也比较麻烦了，是一个很难抉择的地方。所以对于这种个股，之前如果没有跑掉，现在呢再去卖出的意义也就不大了，因为前面大跌之后，现在是一个惯性下滑的过程，很容易在这种位置将会出现止跌信号，只是目前还没有而已。下面我们看到 SMCI 呢是在一个长时间下跌的过程当中，在近期出现了触底反弹，是一种 V 字反转之后再度走为上涨。它的结构性当前也是一个上涨后回落，然后再次来到了前面新高附近的一个突破。在前面新高的时候产生了一个阳线，还是一根比较不错的长阳，但它也只是堪堪把价格带到了左边的高点附近，而并没有产生特别有效的突破。左边这根高点呢是一个决策假阴线的跌破，那么这一根 K 线它就是一个压力区间。那么现在这个压力区间能不能被突破，我们要看一下是否能够有效。如果今天收盘是一根小阳线，那么将会构成压力位附近的三小顶，除非今天依旧又是一个比昨天不会小多少甚至还大的阳线，那么这里才有可能去确定它的突破还算有效。而除此之外，收阴、收小阳、10日星长上影，这里都比较危险，因为它不只是这边左侧的高点，还是前期这一个震荡区间筹码密集区间的一个压力位置，这里的筹码很容易产生比较大的抛压。前面这里承受不了抛压，出现了回落，现在再来一次，看一下这左侧的抛压是否还存在，如果有，今天有可能就会出现一根阴线，这是要小心的。而当前面的抛压消化之后，这里才有机会能够继续延续的上涨。所以当前这个区间呢，依旧作为压力区来看，除非能够突破回踩，能够去支撑，才能说明抛压已经消化完毕。
我们再看到动能方面，在前期这里是一个绿灯，然后连续绿灯，出现红灯之后呢，可以获利了结或者说减仓。那么隔了几天又出现绿灯，那么当下阿哲也给到一个今天如果下跌容易转红灯的地方，这个价格是 45.38， 如果收盘价跌破 45.38， 那么 SMCI 将在这一天再次转为红灯，那么短线的多头将会转弱。在资金层面上关注的是连续流进后的流出，这根 K 线低点没破，高点突破，这是一个续涨结构。那么当前依旧是短线多头占优，这是没有问题的。让中线呢看左侧的一个筹码区是否会有抛压，短线就再关注一下红灯会不会出现。如果没有出现特别大的抛压，红灯也没出现，那么就在这种关键 K 线的上沿继续看涨。现在我们看到 AMD 呢也跟 SMCI 差不多连续的下跌，但是 SMCI 呢已经慢慢走出了略微有所反转的结构，但是 AMD 还是保持在一个下跌当中。曾经我们有用固比线来说过，当市场产生了趋势的时候，固比线是一个中期在上，短期在下，是一个空头的走势。空头走势之下，你要去抄底，要去做多，只能把握到超跌反弹以及呢一些短线的机会。而空头趋势下，往往不是一个做多的好时机、好环境。很多时候股价的上涨碰到中期方向的压力，碰到这种压力，只要碰到，那么就是绝佳的做空时机。这是曾经我们在直播间讲过的内容。每一次的上涨不要有太多的期待，一旦遇到压力就要小心。而这个中期的成本到现在都没有出现过一次较为有效的突破，甚至碰都比较难碰到。而当下的 AMD 呢，是在短期线这里产生了长上影线10日星，在这里就开始有点走弱了，所以要小心它这里会不会收阴线跌破短期成本，那么这里将又是一个反弹的高点。在这种中期、短期都走空的标的当中，我们很难去找到特别好的买进机会。所以阿哲平时所分析的标的和去参与交易的标的很多都是至少趋势要是看好的。像 AMD 呢，趋势相对比较差，目前短线来说它也是在一个缺口的压力位和短期成本线的压力位，所以这里要上去还是有点难度的。关键的上穿 K 线是这根10日星阴线，它也容易是一个高点变盘，除非收盘突破才有机会能够去试试能不能突破中期成本线。它的多头属于举步维艰，那么如果走出任何的下跌阴线，反而会成为很多人做空的一个选择。所以平时在选择个股标的时要注意这个趋势的选项。我们再看到红绿灯，红绿灯的走势当中，目前是出现了绿灯，然后连续上涨，红灯还没有出现，所以短线我们说多头现在还是强的，要小心红灯的产生。今天如果收盘跌破一个价格 112.4， 收盘跌破将会出现本次反弹第一个红灯 K 线，就要特别的短线去小心了。现在我们看到 MBIS， 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个股呢，它整体也是一只较新的个股，在整个运作当中，它的高点是在向上的，是在抬高的，低点整体也是向上的，走的是一个不算很强势的上升震荡的上行。而目前的 MBIS 就在前期的高点所连线的一个趋势线上出现了一个压力，它也可以算是一个震荡区间通道一个高点压力区附近。那目前这个位置呢，它的一个多头空间也是比较稀少的，除非它真的能够在这里出现大阳线，把这个区间给突破，把这个区间给拓展，那么上涨空间才能打开。而在此之前，按照趋势角度，按照通道的技术，当前是一个较为高的位置。看到下方上穿 K 线的资金在这里，那么这一天是上穿它的低点高点，那目前也可以算是被突破了，所以这一个上涨是比较强势的。假如这里不能够一次性的上破，不能去突破这个压力线，那么后续回落时就看一下会不会跌回前面的关键变盘 K 线。同时你也可以看一下连续流进之后的流出 K 线，那么也是这个小 K 线的区间，这里呢将算是一个有效的支撑区域。在它遇到压力后的回落是否会出现支撑，
将是一个关注的对象。如果能够有所支撑，那么这一个上涨空间的扩展是迟早的事情。我们再从短线的多空动能上来看，最近呢是连续的2天的绿灯，而今天价格不能跌破 43.071， 这个价格如果被收盘跌破，将会产生同样的红灯 K 线，将是上涨当中风险的提醒。现在我们看到 PYPL 这只个股算是一个同势，但是最近有点偏弱势啊。中期来说算是同势，但是整体最近的短线属于弱势标的。市场连续的上涨反弹，甚至呢想要去创新高，而这只个股标的呢只是低位的简单的3根小阳线。整体的市场出现了一个震荡区间的跌破，上方有一个震荡区间，而后区间的下沿被一个缺口跳空跌破，并且还是一根缺口加大阴线，所以这个跳空选择的方向，我们说大概率是有效的。在指数都还没有选择方向是向上和向下之时，它已经选择了向下，所以呢，在现在来看，它已经算是一个整体是弱势的股票。最近出现了短线的绿灯在周五的时候出现了绿灯 K 线，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关键 K 线。关键 K 线是本次下跌的时候下穿的 K 线，这一天下穿，但是高点没突破，低点被跌破，所以它不是低点变盘，这不是一个上涨回调。而价格在下跌过程当中呢，有连续的流出转为流进的 K 线，是它这一天的低点不算有效跌破跌破之后又收回来了，但高点也没有突破，所以按照资金层面上来看，当前的中期是弱势的，短线呢出现了绿灯，也尽可能不要去买，或者说不要买太多，这不是一个好的买点。我们至少需要出现关键 K 线的突破，股价走势突破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认为它可以作为一个买点。这个点位是多少呢？这根关键 K 线是 PYPL 25年2月6号的这一天，它的最高价格是 79.74， 也就是说价格只有站在 79.74， 而且最好是实体阳线过半的情况下站上，我们可以作为一个买点。那么现在还不行，低位的反转或低位的形成还不稳定。下面我们看到 GRAB， 这个股整体的上行是震荡的，不算强势，也是呢在短线上相对弱于市场的指数。底下的资金表现近期也是异动的，不断的去震荡，没有出现太多的一个变盘信号。前期在下跌时出现了低位往上穿，那这一天是上穿 K 线，它呢出现了一个高点变盘，看着应该也是一个关头 K 线，它呢是一个高点变盘，而后低点没有有效的跌破，而高点呢在后续也出现了一个上涨突破，而后回踩，没有怎么有效跌破。所以目前的 GRAB 还算是低位构建的区间，并且这个区间大体构建是有效的。后续的价格如果出现回落，尽可能不要跌破前面这一根 K 线它的高点，它的高点只要不破，那么还有机会能够往上去看。当下是绿灯之后的回落，回落过程当中没有出现红灯 K 线，在整体的走势是一个下跌后的上涨，这一个上涨在这里频频的受阻，它对应到左边差不多也是一个结构性的走势的一些关键位置，可以简单画一下，是不是也整体是这一个低点和这一个高点所辐射的区间？所以价格每当上涨触及到这附近时，就容易遇到抛压，所以整体价格的区间在这里它还并不能够强势的去站上，要出现这种动作才可以说明这一个低位反转走到这里才算是反转。现在呢依旧是一个比较弱势的下跌反弹，前期的压力位还不能够去有效的突破。现在我们看到 UNH 联合健康，它的前面有一个大幅的下跌，一般这种很明显单边的下跌，而且伴有大阴线，那么后续的上涨它大部分反弹的概率会大一些，因为这种大阴线下砸并且是很快的产生连续的下跌，那么它都会伴随有很多的强势的抛压，所以每遇到大阴线的区间内它就不太好过了，就容易出现反弹受阻。所以联合健康走到这里是否能够把握机会，阿哲也认为你要看一下整体前方下跌的2分位作为结构性的关键撑压点，现在并没有去过去这种下跌中的2分位，
肯定是没有有效突破的，画都不用画，肯定没有有效突破。价格整体在2分位下受压，没能反弹突破。只要不过前方这种连续大跌的2分位，那么都属于弱势，都基本不能作为中线我们认为强势的这种标的。而现在我们放到短期来看，短期整体是上升回落，而后不能去突破左侧高点，没有形成一个特别好的上涨结构，目前又出现下跌，有点像是形成了2B 组合。而前面这里的下跌有一个关键的 K 线，可以算是临近的短线变盘点，它的低点和高点没有突破，低点被跌破，那么这一波上涨后的回落，短线上来看，这里不是一个回调，很有可能是一个下跌的延续。看一下这一天是否会延续的下跌，因为变盘低点一旦被跌破，则说明低点变盘无效，那么下跌则还有空间。所以看一下这个支撑能不能守得住，当前没有买进的信号。这只标的在短线的做多利润上来看，也并没有太多的空间，所以在这种区间内不太建议去买入做多。最后我们看到微软最近走势也是比较弱势的，整体的下跌结构是形成了下跌反弹然后下跌，只是这个形成过程当中呢，力度是不太够，可以看出前面的低点还算是有所支撑，虽然走出了一个收盘跌破，但跌破它不是特别有效，因为这根大阴线砸破，它第2天立马就收回来了。后续呢也有跌破，但你会发现跌破的 K 线都是一些假阳线，所以整体对于前期的支撑位来讲，这个地方如果市场整体还在走一个震荡区间，那么这里微软算是一个震荡的下轨，震荡的下沿。那么这个地方如果是激进投资者，你可以做一个弱势的反弹。我们再看一下前期上涨回落过程当中的下穿 K 线，这一天是下穿 K 线的低点和高点，低点被跌破，高点没突破，所以它属于下跌的延续。下跌延续过程当中，目前没有一个比较有效的或强势的买点。这一天有一根绿灯啊，绿灯之后第2天立马是负线，立马是红灯，那么这里肯定呢就不能够去买进，或者说买进之后呢，也记得要及时止损啊，绿灯买，红灯就是风险。当下呢也都是红灯为主，除非我们在本周开盘的时候发现有那么突破一个价格 408.67， 这个价格如果微软在今天能够收盘突破，那么说明将会产生绿灯，那个时候你可以做一波反弹。当前的微软虽然整体弱势，但是下跌的幅度比较大，所以来到了一个整体震荡区间的下沿附近，所以再往下探的空间其实也不大，短线看反弹即可，注意好止损。